里面华人多吗？多，基本上都是华人。我爸爸在广东省汕头那边。汕头的，哇塞！你是当地华人吗？公立重振学校，所以像大部分这些海外的华文学校啊，都是各界很多人一起捐赠的建起来的。讲出来没有人相信，我们呢经过那个时代。大家好，我是小林，现在正在柬埔寨的金边。前面几期视频我们看了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时期，了解了他们这一段非常悲惨、非常惨痛的历史。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当时在这边的华人怎么样了？他们是不是也遭受到了迫害呢？那据数据统计，当时的华人在红色高棉之前是43万人，被杀害的华人人数呢是21万人。这个数字啊，远比他们本地的高棉族要高出很多。因为华人在海外都是比较艰苦奋斗的，另外呢也积累了一部分财富。那么正是这些财富呢，成为红色高棉的一个打压对象。所以当时的华人啊，他们的不仅仅是财产全部被没收，而且呢，大部分呢都会有生命危险。当然，现在在柬埔寨来自中国的人啊，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是10年前过来的，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在1920年到1930年大量的华人下南洋过来的。而现在啊，在柬埔寨华人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所以啊，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在柬埔寨的当地华人的生活，在经历了红色高棉之后，他们怎么样了呢？他们还会说华语吗？另外，他们这边的华文教育是什么样呢？那么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探访一下。其实像在柬埔寨金边的华人啊，他并没有一个主要的居住区或者是生活区，大部分华人啊都是散落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但是我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啊，有一个专门的华人的市场，今天我们就先前往那个市场。在越南和包括柬埔寨，华人唐人街呢，它并不是作为一个景区，不像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牌坊，然后甚至作为一个景区，还有包括泰国也是作为一个景区。其实你会觉得柬埔寨的街道跟越南的街道会有点像，但是柬埔寨的楼没有越南盖的那么漂亮了，也不是属于那种细长型。其实呢，作为我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规划是什么呢？是去看一下每一个国家的华人区、华人居住的地方，来看一看。就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个情况，所以啊，后面啊去到每一个国家，我都会去华人居住的区域去看一看。好又多超市，好又多开到这里来了。看到门上面有一个对联，然后呢有中文，这边还有欢迎光临。哇，这里基本上卖中国的产品哎，这个饮料柜都是中国的，连这里的药品都是中国的。你是以前的华人还是后来过来这边的中国人？中国人啊，你们可能认识这个咖啡品牌吧？它这边都有中文嘞。我看看啊，基本是在10块钱到15块钱之间。现在可以基本上是走在华人区了，因为我看到这边的中文招牌越来越多。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远处有个宏宇超市，还有华联购物超市，然后上面的广告牌3口喝3香。至于是什么广告我就不念了。像在西哈努克可以算是90%吧，是被中国人占领了。但是在金边这个地方呢，目前我个人的感知啊，好像只有10%左右。像这种繁体中文的，基本就是华人的店了。越来越接近那个市场，中文就越来越多。在海外的华人其实是非常团结的。所以呢，他们渐渐的，就是居住的地方啊，会形成一小片区域。马德旺茶室、乌亚西餐厅，大家看到这个 WING 啊，它这个其实是换钱所，它不会写一个 change，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换钱所。可以从店的上面的对联可以看出，这里基本上是华人了。张德美饼家。但其实这一片区域，我感觉住的环境还是比较一般的。上面就是他们的房子。东南亚之恐怖电线杆，右拐一点就到了。环球旅行主打的就是一个胆大心细，你必须胆子要大，你才能去那么多地方去看世界。但是呢，你也要做好一些安全防范措施，就比如说像柬埔寨这个飞车党特别多的时候，看手机一定要注意。
前面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华人市场，咱们进去看看。来杯甘蔗汁吧，不知道甘蔗汁多少钱？How much? 3,000。你会华语吗？会华语吗？OK， one。在市场里面也有挺多小吃摊的。哇哦，还有这个虾呢。你是华人吗？这边的华人，华人啊。哦，第二代华人。这个市场里面华人多吗？多，基本上都是华人。那现在这个柬埔寨的华人就是说华语的多吗？基本上都会哈。哦，他在读书吗？在读书，有华文学校是吗？有。哦，就是有专门教华语的地方。哦，崇正，端华，刚才了解到这个市场啊，大部分都是华人，而且在柬埔寨的华人大部分会说华语。啊，你是华人啊？我是华人哦，你做工啊？我来这边玩的，来玩就旅行的，过来看一看。第二代我也。第二代了啊，我爸爸在广东省汕头那边。汕头的。这个市场大部分都是来自潮州、汕头的。是。柬埔寨这边大部分都是潮州、汕头。我是在福建的。在福建啊。福建的啊，你有回去看过吗？回去中国看过吗？以前啊，回去看。现在不知道谁在谁不在我。如果我大哥今年可能100岁了嘛。100岁啊？哦，哪里在啊？哦，还在啊？不知道在不在啊？没什么通知。以前他老人有来往，我们寄信去给寄啊。到现在没了。现在没了。不是完了。从小家里都在说这个华语，还是潮州话和华语都有说。但是我们读书啊，读书就是读那个英文呐。英文。中文呐。中文跟英文。哦。简文。哇，基本上这边人都会好几种语言，3种语言。好，谢谢啊，谢谢。几天？我来这边好几天了，我准备在这边待1个月，在整个柬埔寨待1个月，然后去5个城市。有去吴哥吗？去吴哥有，后面就去吴哥。我前面去了那个贡布，还有那个西港、西哈努克，然后再到这边，然后后面会去到马德旺跟暹粒，但是会说中国话。对吗？柬埔寨也是懂得说中文。哦。我是在这边出生的，我应当是柬埔寨人。那你父亲以前是中国人？我第二代。是，对。你来自哪里啊？我是广东的。广东的，差不多，很近。广东跟福建很近。那回去过吗？有回去过吗？没有回去，旅游就有。旅游有啊，他们这很多卖这种晒干制品跟腌制品。这些腌制品、晒干制品，红包前面有金店、强荣。刚才我们逛的是市场里面，其实，在市场外面啊，也有很多这种小摊。你好，榴莲多少钱1公斤？2万1公斤。柬埔寨榴莲？柬埔寨焖多这里。焖多给你。听不懂。焖多格里。OK， 好。很小，但是皮很薄。这个好啊！哇塞，你是当地华人吗？看你中文说的很好。那这个店家啊，他自己家里就是种榴莲的，你们看，一大堆榴莲。我第一次看到榴莲树。公路榴莲。刚才那位姐姐呢跟我说了一下她家里的情况，她说啊，这里的柬埔寨人呢，就是部分男人啊，可能不太好，不会赚钱，然后可能还会有家暴的现象。可以肯定的一点哦，就是在柬埔寨这边，他们虽然经历过1975年到79年的红色高棉，越南进来解放了柬埔寨之后呢，这个地方其实也被越南占领了。那个时候呢，越南是极度排华的，所以经历了那么多，就是反正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吧。他这里的大部分华人哦，还是会说华语。你们知道最可怕的是华人人口啊，
从1975年的43万人，到了1984年的时候呢，只有6万多人了。这其中呢，可能是被杀害的杀害，然后逃离的逃离，很多人会逃离到澳洲等等地方。很多华人会和本地的高棉族结婚通婚的，具体数字我不知道可能在整个柬埔寨就是具有华人血统或者具有华人基因的，可能占了非常大一部分。他们这里的很多华文学校呢，是很多会馆承办的，所以呢，咱们现在又去会馆去看一看，然后再去学校里面去看一看。刚刚从市场里面的摊主得知他们这里很多人是从崇正学校或者是从端华学校毕业的，所以我们待会儿去这2个学校看一看。算是潮州人办的一个祠堂，叫潮州会馆。这里就和柬埔寨当地的高棉寺庙是不一样的一个风格。2000年的时候重建的。天后圣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保留的特别好。像这些会馆是当时为了方便管理当地的华人，会分别建了福建、潮州、海南、客家、广东这几个会馆。其实在越南大部分也是这几个会馆。在客家会馆的旁边就是他们的华文学校，新增幼前班3到4岁设半天课、全天课，全天班供应午餐、水果和点心。华文教育示范学校，看一下这边捐赠冯俊南先生、刘忠金先生捐赠地皮。他这里就是很多华文学校它都是当地的华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员或者是机构捐赠的。我刚才去的这个地方是老师的办公室，然后对面呢就是学生上课的地方。客属会馆公立崇正学校，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学生在上课，我们进来简单的看一看。这边有好多校车。学生的毕业典礼，我来的比较晚，他们学校学生已经回家了，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崇正学校规模还是挺大的，它是由这边的客家会馆建立的。学校校舍有1、2、3、4、4层，这个是学校的标志。像海外的这些学校大部分都是会馆建的。那会馆的作用呢，有点像基金会，它收集了一些捐赠的资金，然后用于建学校。所以像大部分这些海外的华文学校都是各界很多人一起捐赠的建起来的。当然，从这个华文学校里面学习完之后，毕业了之后赚到钱了，再回馈这个学校。潮州会馆端华学校，这是柬埔寨金边最大的一所华文学校。它这里面是有小学、中学，甚至于大专。迎接外国领导人访问柬埔寨。你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所有的说明都是用中文。看到了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去到了南越中国功夫文化营。学校里面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豪华。他们这儿呢是有所旧的校址和一所新的校址，整个学校呢目前是有16000多人，肯定不是这么小啦。刚才那个是一个旧的校址，现在咱们去一个新的校址，这是另外一个校址。我看一下，这有点，可能是地下1层。这个端华学校虽然说它挺大的，但是很可能它这里的教学楼分布呢，比如说中学的和大学的、小学的，他们是分开来的。像这栋楼呢，就是中1、中2、中3，因为是周末没有来。对。他这个学校有多少人10000多人。1万多人，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是，这是西楼的，然后还有旧楼，有小学，装修，小学、初中、高中装修。来的不是时候，是周末。行，好，谢谢啊。遇到了2个学生，跟他问了一下问题。哎呀，我怎么周末过来呢？我这个脑子，不好用。但是咱们也是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学校的一些情况，所以由此看出
柬埔寨这边华人对于他们的华文教育，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还是比较看重的，只不过经历了那一段非常悲惨的日子。在附近的雪王喝一杯柠檬水。雪王不仅在越南、柬埔寨、泰国都非常多。现在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啊，为什么我到了国外之后，还去拍摄这些中华文化的东西？难道中华文化在中国国内没有吗？其实我真正想要了解、想要拍摄的是华人对于自己民族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坚持跟传承。它到了每一个国家、每个地区，可能会因为每个国家的环境不同，有些国家呢可能会有一些阻力，有些国家呢可能就会比较顺利。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是对自己文化的坚持。可能后续呢我们会去到很多国家，我们也都会去拜访当地的华人，或者是去华人居住的区域去看一看。所以说，如果在海外的华人看到这个视频，如果你愿意的话，请联系我，我们可以做一些沟通跟交流。好，谢谢。又遇到一个华人开的店。您是第几代华人啊？一代。第三代哦。福建人在这里多吗？不多。不多，潮州。广东潮州。广东在越南多，越南多。你什么时候来这里的？我在这里出生。那你是爷爷？我爸爸。你爸爸？在中国了。中国。30年。那你们是经历过40年前那个比较难受的时候？哦，是啊。是啊。我们叫那个黑衣。这边那华人会受到影响吗？这里？影响，有的饿死，有的我们偷那个东西来吃，就犯罪呀。偷东西就犯罪啊？那偷东西很饿啊，没有什么吃啊。偷东西他们会这样吗？有啊。你们挺过来也很不容易啊。讲出来没有人相信。我们呢，经过那个时代讲出来啊。我去了那个博物馆、纪念馆看了。是啊，真实的。真实的。不是假。哇，那好惨啊。有的难，有的是假。好惨。那个时候这个已经空了。都是那个政府。那个兵。那你们也被赶去？赶去啊，农村干活。很惨啊，很惨。我们收到好像那个看到是的，那些鼓没有用的，都是这样。我们华人有经验。有经验，聪明一点，是吧？你有回去中国的看？我爸爸有。去以前我爷爷的地方的屋还在，我们回到中国，政府给我们房子给我亲戚在住。你亲戚在住你们的房子？对啊，我们中国人讲中国话，很硬，讲到流利。已经很好了，这么多年了。对。中国人讲他们的小儿子中文也说得不错。华语说很好。走了，再见啊！像是一个高端品牌的商场。这里有个100%咖啡耶。哇，这个杯子好好看哦。但是你们看看价格。385。OK。哇 ，so beautiful, thank you。还有拉花啊，朋友们。这个咖啡确实好喝，就是跟$1的不一样，就是3.5美金，就好喝，好喝。这确实有点高端啊 ，Burberry。通常高端的商场有一个特点，就是没什么人。中餐的面，哇，还体验柬埔寨洗头，刚才在楼下。然后这位姑娘她会中文，跟我很好的介绍了他们家的洗头。你是华人吗？对，我是华人。第3代是吧？你爷爷过来的？有。爷爷过来的。你去那边洗脚？对。还洗脚 ？OK， 洗头还加洗脚。今天探索华人世界的最后一站，
没想到是洗头。这里的环境是真可以啊，还给了一杯茶，整得怪不好意思的，洗个脚都这么专业。洗完出来了，我觉得那个服务员都花了吃奶的劲按摩，真舒服，真舒服。